大家好，我是傻医生。你知道真正有钱的人，他们家的小孩都在学什么吗？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变成你专属的奴隶，让他们臣服于你，为你卖命，替你赚钱，任你摆布。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套邪术，但这世界政治家和资本家都运用了这套方法，让97%的人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奴隶。有一些渣男、骗子、老千更用了这套方法收割了无数的韭菜。这套方法过于强大，如果你只是想让你的另一半、你的小孩、你的下属顺从于你，你只需要学到其中的一点皮毛就 OK 了。但如果你发现你学习了很多创业赚钱的知识，但还是无用功的话，你今天一定要把这套方法学会。这个世界有3种力量可以很轻易的操控一个人。第一是金钱的力量，你开得出一个天价，理论上是可以叫李嘉诚帮你洗车的。第二是暴力的力量，没有人愿意吃屎，对吧？但如果有人拿着枪对着你，你吃不吃啊？第三是美色的力量，我有一个模特朋友，他去排队办证件，本来要等3天的证件，几个男职员走过去来问他需不需要帮忙，结果他当天就拿到了证件。所以说这世界是不公平的。在这么一个不公平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没有钱、没有武力、没有美色的人呢，应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我就告诉你一个同样不公平的秘密。如果你学会一种非常高超的手段，那么你就可以让那个有钱的人给你钱，你也可以让那位有枪的人替你办事，更不用说让那位貌美的女神成为你的情人，也是非常轻松的事。那是什么样的手段呢？这手段就跟武功一样，可以分为外家拳和内家拳。外家拳就是之前说的地黄术，可以从人性下手的，玩的是权谋，属于比较狠、比较直接的手段。而内家拳呢，就是今天讲的从心理下手的，叫做 NLP， 中文翻译呢叫做全脑语言程序学，属于比较柔和间接的。当年我学会这套方法之后，瞬间的打通了任督二脉，瞬间的觉醒。我发现所有求之而不得的人和事，我想要握在手上就握在手上，想要放下就放下。而我想要强调，方法没有好坏之分，就要看使用它的人是怎么运用的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善良的人，请你不要学。而如果你希望财富自由的话，第一件事就是跟我的能量做连接，为自己和这部影片点赞。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、投资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不想再错过这些资讯，你可以跟其他40多万的兄弟姐妹一样，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首先，这套 NLP 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一句话就总结了，就是不要把你身边的人当人看。我不是想去羞辱任何一个人，忠言逆耳。你可能会觉得我讲话很难听，但老实说，你有真正的思考过你自己是一个人吗？你生下来被养大，然后被送去学校读书，读书的目的呢，就是将来有出路，有出路呢就可以赚到钱，赚钱就是可以买自己的房子、车子，然后找个伴侣，再生下一代，然后把你的小孩再丢进去你以往走过的轨道，让他们读书、赚钱、结婚、生小孩，然后你就可以退休享清福了。讲的难听一点哦，就是等死。几乎97%的人都是走这条路，他们都是不去思考、不清醒的情况下走上这条路的。你去问一些人为什么要结婚呢？他会跟你说是时候该结婚了，没有办法，我的兄弟姐妹都结婚了。然后大家都觉得美国人很懂及时行乐，对吧？他们的统计发现啊，有超过90%的人都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的，也就是说，大部分人的人生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人分为2种，3%的人是有灵魂的，就是已经醒过来的人，他们觉得人生是没有意义的，但他们真正有用脑袋去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，所以他们会主动创造意义。而其他97%的人呢，都是没有灵魂的，都是未觉醒的人。严格来说，他们不算是人，而是被我们操控的跟随者。你有想过为什么那些军人他们拥有最高的武力，但他们却愿意听令于一个领导者呢？你叫他去跑，他会问你跑多远；你叫他去跳，他会问你跳多高；你叫他去开枪，他会问射谁呀？这是一种对军令和军威的绝对服从，直接把一个人变成一个小狗一样听话。
你叫他站他就站，你叫他做他就做。而这套训练士兵的方法呢，富人家的小孩从小就在学了，领袖级的人物也在学，叫做洗脑。注意听了，其实洗脑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神秘，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虚幻。事实上呢，很多人都曾经做过，只不过有时候做得对，有时候做错，甚至做得并不完全。基本上洗脑就跟训练动物的方法都是一样的。动物园里面的海豚为什么可以做出那么多花式的表演来娱乐观众呢？是他们天生就懂得做这些来取悦人类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是资本家花钱找人训练这些动物来取悦观众，付钱给他们的。而其实里面并不复杂，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架构的。初来报道的海豚呢，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训练师就会先准备好一桶鱼，然后准备好口哨，耐心观察在游泳的海豚。当海豚的头不小心伸出水面的那一瞬间，训练师就会马上吹口哨，哔的一声。海豚听到了哔一声的时候，就会向发出声音的方向看了一看。训练师就必须在这时候丢一条鱼给海豚吃。记着，奖赏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共同语言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海豚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鱼吃，但是经过很多次的训练，每次当海豚的头伸出水面的时候，就会听到哔的一声，然后就会有人丢鱼给他们吃。久而久之呢，海豚的潜意识就会明白，哦，原来只要我把头伸出了水面，就会有人丢鱼给我吃。所以他们就一直不断的把头伸出水面，然后一直都有鱼吃。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每当海豚的头伸出了水面的时候，训练师都不会去吹口哨的，也没有丢鱼给他们吃。海豚这时候就会自我怀疑说，鱼呢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啊？然后他就会不断的去试了很多次以后，他有一次不小心的把半身伸出了水面，那一刻训练师就会抓住这1/1000秒的机会，哔一声吹口哨，然后丢一条鱼给他吃。这时候海豚就会恍然大悟，原来只要半身伸出水面才会有鱼吃啊！所以他们就会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。但在后来呢，他做了这个动作，训练师又不给他鱼吃了。直到海豚为了引起训练师的注意，整个豚身跳出了水面，训练师又会吹口哨，然后丢一条鱼给他吃。那么这套方法呢，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动物上面。你甚至可以训练出一只有性别歧视的狗。如果你有一只小狗，它每一次见到人的时候，只要一吠的话，你就摸摸它的头，让它乖，甚至喂它吃一点零食，不断的重复这么干。长期下来，小狗长大了以后，一见到人就会怎么样？就会吠了。然后你还可以夸张一点，当小狗一看见男人的时候，只要一吠，你就摸摸它的头，赏它吃一点零食。相反，只要它看见女人吠一下，你就骂它，不给它零食吃。久而久之呢，小狗长大看见男人就会吠。如果你能理解这一点，那么你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轨迹吗？小时候老师不是会奖励好好读书的乖学生吗？他告诉你将来读大学之后就可以找到赚钱的工作，结果你会发现毕业以后工作找不到，还背着一身学贷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人愿意跟你结婚，但为什么你1年都不敢去一次旅游？逢年过节都只能待在家里面，希望可以存点钱结婚生小孩呢？为什么你每一天拿命的去换钱，有一半的钱都拿去交房租到我们资本家的口袋？就是因为你从小被训练和洗脑成资本家的员工，你赚到的所有钱都是我们的，而你做得好，我们就可以给你一点小钱作为奖励；你做得不好，我们就可以骂你，对吧？你发现吗？97%的人活得就像一只被训练好的动物，而学校老师就是训练师，能听懂吗？你以为高收入的人士年薪10万美金很多了，对吧？但这是我们的月薪，甚至是我们的时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已经跳出了97%的人被洗脑的框架，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当全球经济最坏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弟子最少年赚7位数美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可以环游世界，但这钱还会自动的流进我们的口袋？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动赚钱的机器。很多人问我自媒体还能不能做，我告诉你， YouTube 现在已经有25亿的用户，如果每个人给你1块买你的服务和产品，你就会有25个亿。就算1000个人给你1万，你都有1000万。
正常智力的人都能够做到吧？无数几岁的小孩年赚几个亿美金，你比他们智力低吗？很多人都很纠结，说自己不会有粉丝的。其实没有什么好纠结的，难道你现在去开一家店就会有客人吗？很多人卖房去开餐厅，他们不去纠结，但现在在网上做免费的生意，不需要露脸，他们反而纠结了。你开门店只能服务附近几公里的人，这客人是有限的，你要去扩店，这一个店一个店扩张起来呢，风险就上来了。当你没有客人的时候，房租、薪水、货物的押金要不要付啊？这些你不去纠结，而你没有粉丝，没有损失，你反而去纠结。你可能会问，我一个素人能够做吗？我不懂创业、营销、吸粉什么的也可以做吗？我没有任何粉丝，没有任何兴趣、任何技能，长得又不帅不美，甚至没有钱，更没有任何想法，也可以做吗？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，把我扫地僧40多万的订阅和赚取过亿的商业机密都制作在一个2023全新的培训营里面。你只需要点击这个链接，就可以轻松获得我这些年的努力。这课程我团队的定价是300美金，但现在不需要300、200、100，甚至10美金都不用，完全是私下免费的公开。你没有听错，今天就教你这个朋友，1毛钱都不用。我扫地僧直接带着你摆脱拿命去换钱的轮回。赶快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第1条链接，报名我的培训营。好了，你可能会想，洗脑很简单啊，就是用苦乐法则的威逼利诱。事实上，很多人知道要做什么，但是他们对怎么做是有误解的。错误的洗脑是有副作用的。穷人为什么穷啊？就是因为他们从小被父母洗脑，不断的向小孩输入穷人的思维。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？我用训练小孩来帮助你理解什么叫做正确而错误的洗脑。每当小孩做错事情的时候呢，父母都会用喊的方式来阻吓小孩，不可以这么做，听到吗？如果孩子继续做的话，他们就会喊大声一点。我们将父母的声量用0到10度来表示，他们喊到3度的时候，如果孩子还是不听话，他们就会喊到6度。这时候这个声音可以吓倒了孩子，他怕了，自然就会静下来，不敢再继续做了。不过等到下一次小孩子又犯错了，他们就会再次用6度的声量来喊。久而久之呢，小孩就会开始习惯6度的声量，他已经练成了金钟罩了。你的6度声量他们已经可以无视了。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把声量再提高一点，提到10成的功力。第一次喊的时候，父母找到了小孩金钟罩的罩门，也许还是可以阻吓到小孩的。但是每一次小孩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你都用10度的声量来骂他的话，久而久之呢，小孩的金钟罩就练到了没有罩门了。习惯了过后就惨了，就算你喊破了声带，你的小孩都不会听你的话。通常父母到了这一刻都会跟亲戚朋友说，我的小孩已经无药可救了。其实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你把他们训练和洗脑成这样的。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利诱的方式。97%的父母都会跟孩子说，你考试能拿到90分的时候，妈妈就会买一个游戏机给你。这时候你的孩子就会发奋，第一次真的考到90分以上，你也真的买了一个游戏机给他。第二次考试他也维持了90分，但第3次考试他拿不到90分了。这时候假设你再跟他说考到90分你再送游戏机的话，是否还是有吸引力呢？你发现吗？你一定要把奖励再放大。第2次可能要送电脑，然后送车子，再来就是送屋子了。这样的结果呢，就是把小孩的胃口越弄越大，最后他们对读书就完全没有兴趣了。他们读书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得到奖励罢了。我自己的观察，中产阶级的家庭呢，都用这套方法来教育小孩的。为什么这个时代大家都要说拼爹拼娘的？为什么这么多的败家子？父母入土为安，尸骨未寒的时候，兄弟姐妹就开始瓜分父母打回来的天下，就是因为他们误解了真正的洗脑是威逼利诱。对，这可以很快见到效果，但治标不治本。你可以暂时让他们顺从于你，但你却慢慢的把他们训练成你最讨厌的样子。那到底如何才能改写对方的头脑方程式呢？97%的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
每当一听到他们在哭，除了会检查有没有尿尿之外，还会检查他们有没有吃饱。如果都不是的话，那父母就会习惯性的抱起小孩，疼他，哄他，对他是很呵护，是不是这样的？那如果你是小孩，你想要有人抱你，你会怎么样啊？当然就是哭啊，能理解吧？然后你为了阻止小孩哭，你想到了一条好计，叫做塞口法。就是你哭到我忍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就会用甜食来塞住你的嘴巴，最好是需要觉得越久越好，因为你不能一边吃一边哭嘛。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母亲呢，直接把小孩训练成哭精，因为她的过去只要一哭就会有甜食吃了。那么夫人是如何训练小孩让他不哭和听话的呢？很久以前啊，我曾经跟一个富二代的朋友和他们家一起出去，他姐的女儿呢就坐在车后座，突然间她不停的哭。我问他姐，小朋友是不是饿了或者要尿尿了？他姐就笑了笑，摇摇头叫我不要理他。然后他们全家的人呢都在车子里面，没有任何太大的反应。我当时觉得这家人也太无情了吧，小孩都哭成这样了，理都不理的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他们都在耐心的等待着小女孩的一个行为的出现。他们后来才告诉我啊，不管一个婴儿哭多久，他们也会像 NBA 篮球比赛一样有半场休息的，哭久了也需要停一下，喘一下气。他姐就趁着女儿停下来喘气的那段时间呢，才摸一摸她的头，对她笑一笑，将准备在手里面的糖果放在女儿的嘴里面，让她尝一尝味道。那当她开始尝到甜味的时候呢，就会充满好奇。结果就在这时候，我朋友的姐姐突然收回了糖果，那么她的女儿又会继续的哭了。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很残忍，但他们一家人都对此非常的冷漠。直到他的女儿哭着哭着又停下来喘气的时候，他又在摸摸他女儿的头，对着她笑，将准备在手里面的糖果又放进到她的嘴里面。如是者不断重复这样的行为，在15分钟内左右吧，他的女儿就完全不哭了。能听懂吗？这样的训练手法就是让女儿发现，只要不哭才会有奖励。而之前说的，也就是大部分人会做的方法，就是在女儿哭的时候用糖果塞住他们的嘴巴，变相就告诉她哭反而有奖励。这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女儿成功洗脑了妈妈。因为她要糖果的话，只要一哭，妈妈就很听话了。所以为什么富人要专门去学打坐、茶道、插花、钢琴那些东西呢？因为他们要去训练自己的耐心和观察力，这个是洗脑必备的条件，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你思考过，为什么那些名牌包包成本那么低，设计又那么简单，甚至有些名牌我觉得都很丑，但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付出他们几个月的薪水去追捧呢？我们商人是如何操控消费者来买我们的产品呢？这要说回我第一次接触洗脑，是在我大学的时候，曾经修读过一个心理学的课程。当时的教授他召集了我们所有的男生，打算做一个实验。他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，他吩咐从今天开始，只要有女生穿红色衣服来上课，我们就要对她笑，对她友善，还要全部一起讨好她。当然不要跟她说你穿红衣很好看，只是称赞她非常好看。如果他们不是穿红色衣服来上课的话，我们就跟往常一样就可以了。做这实验的目的呢很简单，如果越来越多的女生穿红色衣服来上课，就代表了这种洗脑技巧是可行的。我自己呢是读经济和金融的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因为这个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们所有的同学也开了一个秘密的会议，我们要把技巧用回在教授身上。当每次教授讲课的时候，只要他走向了左边，所有的学生就会很用心的在抄笔记，看着教授点头微笑，好像听得非常入神的样子。相反，当教授走向右边的时候，所有的学生就要假装非常的闷，好像就要睡觉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或者跟旁边的同学聊天。然后当教授又走向左边的时候，我们又开始装作很有兴趣。那么我们两个实验是同时进行的，连续不断做了整整1个月。1个月之后呢，很多的女生果然都穿着红色衣服来上课了。这时候教授也当众的宣布，这就是 NLP 的洗脑技巧，可以很间接的
影响一些人的决定。而那些女生却认为红色是那一个季度很流行的颜色罢了。我们的教授说，人类的行为是可以很下意识的被影响的。结果我们都笑了，因为他讲这话的时候呢，是靠着墙站在台上的左边的。其实他已经站在那一带讲课将近1个小时了。我们告诉教授，其实这个方法我们也用在你的身上。教授听了之后就反驳说，其实站在左边讲课呢，是他个人的习惯罢了。那这件事就让我瞬间的开悟觉醒。我发现原来一个人被洗脑了之后，他会觉得是没有人在控制自己的，一切都是他自愿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当你拿着什么 LV、Chanel、Gucci 等等的那些包包的时候，你得到的都是别人的赞美和羡慕。而当你拿着一个普通包包的时候，就没有人关注你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商人的产品可以营造出这种被赞美和羡慕的氛围，就可以带动潮流。而方法就是把产品卖高价，而创造一个品牌。真的，如果你想要学的话，一定要报名我的培训营。毫不夸张的讲，我会在里面让你看到另一个世界。而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关于语言的秘密，你想要操控一个人的脑袋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利用我们讲的话。比如我跟你说，不要去想很酸的柠檬汁在嘴巴里面的味道，也不要去想把柠檬切成一半，拿在手上塞进嘴巴，然后用手捏的同时呢，去咬它，挤到满口都是很酸的柠檬汁。不要去想象那种酸到有点痛的感觉，也不要去流口水。那么当你听到我的描述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流口水了。就是我教你不要去想，你却会偏偏的去想。那么如果你真的什么反应都没有的话，只有2种可能性而已：一，你不会中文；二，你一生的人都没有吃过酸的东西。那么我就不可能影响到你了。因为当我去讲不要去想柠檬酸的味道，你的头脑为了要理解我的这一句话，就开始在你脑海里面的记忆寻找类似的经验。当他一找到酸的经验的时候，你就会明白我在讲什么了。你一明白的那刹那，身体上的神经系统呢就会有反应，口水也就跟着来了。所以为什么你身边的人都不听你的话？你会发现，当你见到一个小孩在乱跑的时候，你跟他讲不要乱跑的话，他们都会继续的乱跑。如果你跟你的小孩说不可以这样又不可以那样，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做的时候，你的小孩就会什么都做。如果我们手下员工常常的迟到，然后我们跟他说以后不要迟到了，结果他还是会照样的迟到。当你跟你的客户说我没有骗你啊，客户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在骗他。如果你跟老板说请你不需要担心，你老板听了之后，他可能变得更加担心了。一个女生如果曾经被不喜欢的男生追求过，通常你会告诉对方请你不要爱上我吧，因为我们是不可能有结果的。那么我敢打赌说，那个男生应该会好像孤魂野鬼一样对你死缠烂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要爱上我，你第一个念头想到的就是爱上我，没有结果，你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有结果。这些细节呢，你看似很简单很普通，但是大道至简。你相信我，只要你改变一个语言系统，你的人生就会发生魔术般的改变。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对你是唯命是从的。记着，如果见到小孩子乱跑，你不是要跟他说不要乱跑，而是要说停或者坐下来。你应该要跟迟到的下属说以后早点到，而不是以后不要迟到。你应该要跟客户说我说的都是实话，相信我，而不是说我没有骗你。你应该要跟不喜欢的男生说我只当你是一个朋友，你死心吧，而不是说你不要爱上我。听懂了吗？要别人听你的话，你要告诉他你要的，而不是告诉他你不要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我们的脑袋里面都有一个程序，设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会自动的执行。比如说我们开车看到红灯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停下来，对吧？我们只要每天有开车的习惯，每一个步骤都不需要去想的，对吧？我们的脑袋如果没有一个程序，人类是很难生存下去的。试想一下，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看着自己的脚，然后跟自己说我要走路，先把右脚举起，然后摆到前面1尺的地方就要放下来。如果每天你都需要提醒自己如何走路的话，
恐怕人类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。那么，当你知道这个秘密，我告诉你，人类日常生活里面有98%的行为或者是思想都是惯用的程序啊。穿衣服的时候哪个手先穿，刷牙的时候先刷哪里，洗澡的洗刷顺序，或者与你太太行房等等的事情呢，都是有它特有的程序的。所以人都是没有理性的，但人呢却会以为自己是有理性的动物。如果你要影响一个人，最好不要从理性下手。假如讲道理就可以改变他人的想法的话，这世界就不会有斗争了。你的朋友有高血压，你劝他少吃肥腻的东西，多吃蔬菜，他就会告诉你知道了，然后转身就去吃红烧肉。所以你必须要用以上的方法，把一个人当作是一只动物去洗脑和训练，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目的的。而如果你想要把这些运用在赚钱上面，你必须要配合趋势。当年第一批下海创业的人赚钱了，第一批买房的人赚钱了，第一批做电商的人赚钱了。那现在是什么天下？自媒体啊！为什么很多素人也可以在网上卖那些 NFT 卖得这么贵，还卖出去这么多呢？因为粉丝将会是未来10年最赚钱的资产。每个人都可以创建一个教派，你自己就是一个教主。为什么那么多人做了一辈子的生意，甚至有一些艺人在演艺圈兢兢业业的，到头来他们拍影片放到网上，赚到的钱比他们以前所赚到钱的总和还要多呢？比如说刘畊宏先生，他们也没有想过自己到了事业的巅峰期了，还可以创下更大的巅峰，这是因为他们跟对了趋势。跟对趋势呢，钱就会无脑的走进你的口袋。如果你希望有一个真正有结果的互联网老板带着你，有一个创业的系统的方法，让你科学化的去复制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营销、创业、变现、产品的经验，也不需要懂得 SEO、剪辑、设计、写文案背后复杂的原理，你只需要听话，照着去死磕，你都可以跟我其他的弟子一样，去建立一个让客户追着你跑的自动化赚钱品牌。我会把我创业所有的心法，还有一些方法，包括怎么引流、SEO、把流量变成钱等等，完全的在商学院里面告诉你，永久的带着你去创业。而在提升你创业素质方面，你现在加入的话，我还会私人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的会籍，你不需要再看书了，你直接就听我们团队为你拆解的100本书精华的思维，去听我不定期更新关于低黄数和销售的财富自由课程。另外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同学精英群组，大家都会在里面分享各行各业赚钱的第一手资讯和资源，他们可能会成为你的合伙人，甚至是灵魂伴侣。那么好消息是，现在加入还会有前期非常大的优惠，而坏消息是，这优惠很快要被我们团队取消了，因为我们只会随着内容的更新而不断涨价。所以什么都不说了，有兴趣成为我弟子的，一定要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链接加入。所以你试一试嘛，万一成功了呢？你不要再错过这个时代了。但如果你还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，你还不知道自媒体怎么赚钱，还有具体操作思路，你一定要先报名我第一条连接的2023年最新培训营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接下来每周四8点30分，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。如果你不想要错过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